年货的时候啦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去年我是开箱过一箱橘柚嘛，那个是我一个开农场朋友寄给我的，但是我试吃了第一口就觉得它太惊艳了，因为它咬下去有一种爆汁的感觉，就像是喝果汁一样的，所以我开箱的时候就忍不住吃完了一整个，就有好多小伙伴被我种草到了，纷纷问我可不可以搞一点货来。很可惜啊，去年他自己都不够卖，所以我就只买了几十箱给公司的小伙伴们做福利。那今年呢，我就特地让他帮我留了一点点，货不太多，我就直接挂在小黄车里了，大家可以自取啊。看过我去年的 vlog 应该会有印象的，我去年是去了好几趟江西铜鼓，而铜鼓本身就是一个只有3-4万人的小县城，不过那里山好水好，农副产品特别多，所以每次去玩的时候都会带好多的菜，还有好多水果回来。而我这个朋友呢，就是在当地种植一些水果的。今天这批果子呢，其实跟我去年吃的那批是同一片果园的，也是我朋友亲自看着采摘下来，直接拖到仓库的。然后他就没有上选果机了，因为上了选果机，主要就是为了它卖相更好，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，也是为了保证它的新鲜程度呢，都会在表面喷洒一些防腐剂之类的东西。而没有上选果机的果子呢，它就不可能去喷洒防腐剂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常温储存都能达到2个月以上。因为我去年其实是吃到过年以后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。只是没选果呢，意味着它是有大有小，然后人工在装盒的时候也是随机装箱的。我这一盒呢是连箱子10斤，因为快递是一点都不能超重的，所以这一点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。你们看我这一箱已经吃掉好多个了，我直接来剥一个给你们看吧。因为这个橘柚的皮啊，它本身是比较偏厚的，然后它每一盒里面都会附赠一个这样子的剥皮器，直接把它扣上去剥就行了。哇，它这个汁好多，每次它这个油都会飙到我脸上。我这一箱都已经放了有半个多月了，其实都还挺新鲜的。你看它这个皮其实比较厚的，因为它这个白瓤也比较多，所以它这个保存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。如果它这个皮比较薄啊，它就一下水分就干掉了。你们看剥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感觉好好吃啊。我试吃一下给你们看看吧。我这个是剥了一个中等大小的，其实它口感整体是偏甜的，它就是汁特别多，吃起来就像果汁一样。不过郭先生说啊，如果这个白瓤剥的不是很干净呢，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发苦，就像是柚子的那种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尽量把这个白瓤剥得干净一点点。它在旁边巴拉巴拉巴拉。还有就是，我觉得大的一定会比小的要好吃一点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先把小的先吃掉，因为放在一起的时候有对比就有伤害。但是它呢整体都是不酸的，然后我也跟市面上其他一些橘柚做过对比，这一款的风味要更好，回味更足一点。有一些橘子它就纯甜，但是你吃完之后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如果爱吃水果的朋友应该懂那种感觉的。还有橘柚呢，其实是一种杂交的柑橘类，一般都是在10月底到12月份上旬成熟的。因为全国各地温度有差异嘛，所以它上市时间也会有所不同。我这一批大概是12月下旬下树的，采摘完了之后呢，还会有15天的糖分沉淀时间，所以这段时间吃它是刚刚好的。我也为了验证今年的品质啊，就陆陆续续吃完1箱了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我觉得今年这一批虽然跟去年那一批是同一个果园结的，培植的方法也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今年的普遍没有去年那么甜。然后我就这个问题特地去问了一下，说是每年的雨水啊、温度有所差异，所以口感上面也会有一点点区别。我自己呢还特地去准备了2款不同的橘子来做糖度测试，这个是沃柑，这个是88柑，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价格区间的柑橘嘛。糖度测试的结果就在这里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虽然我觉得它品质不如去年了，但是试了一圈下来，它依然要比同类别的好吃不少。因为我这个朋友吧，也是第一次尝试开小店，然后他之前都是全心扑在种植方面的，对于一些线上业务他都不是很熟练，所以大家体谅一下。而且他们所有的果子都是人工筛选打包发货的，如果碰到坏果的话，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他们的客服，他们肯定都会帮你们处理好的。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问我哦。行吗？